好，本期紫微斗数解明星命盘带来的男明星是白敬亭。因为有朋友之前留言给我说跪求不用跪求，咱们这不就来了吗？那我们本期视频呢，将从3个方面来聊一聊小白的紫微斗数命盘。第一点呢，其实我想聊聊他的命盘在娱乐圈当中其实不是很多见，我们来聊一下他在娱乐圈当中他性格的优点和缺点第二点呢，其实我在看他命盘的过程中，本来想聊一聊就是情感方面，后来我发现其实他有另外不为人知的一个让他很难过的点我在第2趴中会给大家讲到。第3呢，就是至于他今年整体的运势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未来他情感动态的走向。好吧，那现在我们就打开小白紫微斗数的命盘。小白的命宫独坐的太阳、文昌加零星，它的对宫迁移宫是太阴加文曲。那么其实这种命盘格局属于积月同梁这个体系。那小白的这个命格其实混娱乐圈，我觉得有一点点吃亏。那么他性格中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像太阳坐命的人他是一种无私的发散型的样子，所以他非常愿意去帮助其他的人，不管是对他有没有利益的人，他都会无私的去帮助。那同样太阳星也是一个，如果你想借钱你要找这个太阳星坐命的人借钱是很容易借到的。那么同时呢，这种里面是太阳是发散型照顾型，然后那么迁移宫在外的样子又是太阴，也是那种桃花有点被动型的很旺，然后呢也很会照顾人的这个状态。那么对于小白来说，他在娱乐圈是一个人缘非常好的存在，同时他的同理心也很强，很容易理解到和感受到别人的情绪，这些方方面面。但是呢，小白这张盘其实不是那么适合的去混娱乐圈，因为大家看之前我做过那么多期明星的命盘，其实积月同梁这个体系的人非常少，尤其像小白这种命格它都是奉献型的，那在这种娱乐圈相对来说比较尔虞我诈的环境里，它是非常容易吃亏的。那么这样来说呢，其实他对于追逐功名利禄上呢也没有那么的在意，或者说大部分娱乐圈人其实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势利的。但是小白这张命盘呢，他会更讲究一个人的人情这个朋友的人品所以我觉得他这张盘在娱乐圈相对来说是有一些吃亏的。那么我们再讲一下小白的身宫他最注重的部分，他的身宫落在了他的命宫其实他是一个自主性非常强的人，包括他自己做工作室自己出来做事情不愿意被大的公司所捆绑，然后所营销，然后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这个事业，其实都是一个身命同宫的太阳的样子。那同样太阳呢也是一个领导能力非常强的人那我觉得当他团队里面的工作人员应该也是感受到非常幸福的。那么太阳星坐命的人呢，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他是很愿意去温暖所有人的。那么如果你作为他的另一半，你会发现他不光只温暖你一个，其实对很多的女生都会很好。那么他外面迁移宫的样子又是一颗桃花星，然后那他身边的女孩子一定是非常众多。如果当他的女朋友，你要去接受他会对所有人都好，但他的好不一定是带有那种我一定要跟你怎么样的那种目的性，他只是单纯的我喜欢去照顾别人，我喜欢去同情弱者，那这是一个太阳星坐命的男生具备的特点。好，那我们再讲一下第2点。那当我打开白敬亭这张盘的时候，其实我内心的感受是很同情他的，因为我在盘里面其实看到他的原生家庭并不是他想要的那种给他幸福的感觉那我们看他的命宫是一个积月同梁的格局，是太阳星坐命。那他的兄弟宫就是他妈妈和他兄弟姐妹的位置是武曲加七杀星，然后呢他父母宫他爸爸的位置是陀罗加地空忌劫，那他是一个空宫的状态。我们看他对宫是廉贞贪狼还化忌，所以说在我看来，小白的这张盘其实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原生家庭给到他很多的爱、支持、温暖，那种靠山的感觉。但是实际上他这个格局里面看到他的父母的关系首先就不是那么的好，相对来说人情味淡一点吧，就是至于他来说跟父母的那种关系，父母没有给到他一个很贴近的那种感觉。其次呢，他的妈妈这个位置呢，又是一个能力很强，经常愿意去拼杀、去挣钱去在这个社会里面浮沉的这样的状态。那么爸爸的状态基本上应该是不是很容易见到他的父亲。那么他父母的关系也是缘分很薄很浅。那么这个格局之于一个太阳星坐命的男生来说，其实他就会缺失掉很多原生家庭的那种爱的感觉。
那么到后期他就会容易在夫妻关系啊，在情侣关系中，希望有那样一个人，然后让他去爱，然后呢让他去照顾，同时也照顾他。那么在这种两个人的关系里，他更注重的是那种我和你非常紧密的关系，然后呢，你很关心我，把我捧在手心里的感觉。那这个我觉得是小白这张盘，一生可能在追求的东西吧。那其实跟他在演艺圈挣多少钱，或者拍多少戏啊，去多少颁奖的晚会来说，其实关系不大，因为他真正所追求的点其实在这儿。那在他的情感当中，如果你能满足他这一部分的需求，那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段关系。好，那我们现在说一下第3点，那就是至于小白今年整体的流年的运势。我觉得他今年整体流年走的会相对来说非常的稳定啊，处于一个比较偏向保守的这样一个工作啊和生活情感的状态。那么小白在今年最容易碰到的问题其实是破财，就是他今年的财帛宫走的非常非常的不好。我觉得谨慎的啊去做一些投资方面呀，以及与人合作呀，包括像他这么无私奉献型的人啊，就比如说像借钱这件事情啊，就不要再去操作了。今年破的财不是一个小财，还是一个大财，所以呢，我希望他能谨慎吧。那其实之前他有曝光过绯闻的恋情，那现在我们大家看到他其实是有一个正牌女友的状态。那他这个恋情其实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是开始的，那么他去年夫妻宫的运走的还是很不错的。那在我看来，我觉得这段情感应该是一个正缘，是一个还不错的时机碰到的一个女孩子。那之前有朋友其实问过我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其实你到某一个时间段你碰到的那一票人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是非常适合你的，那就是你感到合适的运碰到合适的人。但是你很多时候不会选他，因为你并不知道你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那像小白这张盘呢，他就很幸运的，其实在自己该遇到对的人的时候去选择了这样一个人，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吧，一个好的开局。因为情感里面开局真的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至于他的另一半啊，其实他的另一半今年工作当中也会出现一个卡顿，因为都是演艺圈的人嘛。那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他另一半今年的所有的发展都不是很顺利，主要是工作方面，但是情感上还是 OK 的。最后一点呢，我想说，至于小白这张命盘，我看了他现在所处的10年运以及未来的10年运，我严重的觉得啊，他可能很快啊就会退居到幕后啊，不再时常抛头露面，然后在一线去做演员。因为他的这张命盘是一个很好的愿意去做幕后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也会积极的去带一些新人，带一些他认为很优秀的演员，然后把自己的工作室做得更好。他作为一个大哥哥的形象啊，然后去统领这些新人的这种团队吧，然后把他们捧到真正的前面。那么我觉得喜欢他的粉丝朋友们呢，现在就是如果他有任何商演呀，然后就大家积极的去看吧，因为我觉得他在不久的将来，他很容易就转战到幕后，做一个真正背后的男人啊。那同样的，他这张命盘呢，其实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金月同梁的命格在娱乐圈当中其实是不带一些凶性的啊，就是我们讲说，之前我讲的那些凶星恶曜的命格的明星，他们其实会很杀伐果决的去在这个圈里面混得风生水起。但是小白这张盘呢，其实它还是一个基调啊，首先它又是一个吉星嘛，就是还是一个蛮善良，也是一个同理心很强，并没有想害别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娱乐圈里面其实不太合适，我反倒认为他在幕后做老板，或者以后做一个演艺相关的培训呀、学校呀、孵化呀，就或者是这方面的，我觉得他会更加适合，他也会更多的去满足自己内心的需求，也会走得更加顺利。好吧，那我们还是老规矩啊，视频的最后给小白白敬亭献上打油诗一首：北京老乡白敬亭，善解人意重感情，圈中不求名与利，有朝一日归田林。好吧，那打油诗也写了，对吧？小白其实是我的老乡，我们都是北京人，其实我还是挺为他骄傲的啊，长得也很帅，然后作品呢也很棒，自己的公司运的也很好。那么我希望他可以按照他的格局，然后走向他最舒服的一个事业的状态，同时收获一个他最需要的情感方面。好吧，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如果大家想看哪些明星的，还可以继续留言给我。那如果我找到了，我会积极的满足大家的需求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那咱们这期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